漫长的岁月里，我曾经犹豫不决。他们对世人说：神为人类创造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，地球不动不移，所有星辰围绕着它旋转不停。任何对此提出异议的人，毫无疑问是受到了魔鬼的蛊惑。很少听见有人弹这曲子。莱奥纳多的安魂曲，每次弹起它，都会有人死去。很适合今天。这是新大陆出产的东西，几乎没有东方人会抽这个，更何况是女人。你是说这淡巴姑吗？当年我和她一起在吕宋的时候，就爱上了。以她在医学上的成就，早该劝你戒掉的。她说，等这件事完结之后，就算我把这叶子当饭吃，都随我高兴就好。这次来的是异端裁判所审判骑士团。审判骑士铲除异端的时候有多残酷，你也见过。那种场面，见过一次，就不想再见第二次。你竟能忍住留他一个人断后？我必须忍住。因为他说，愿意牺牲一切，包括自己的性命来实现这个梦。希望我也能和他一样。和他一样？和他一样，牺牲他的性命。他说，这是他对我一生一次的请求。虽然这种话他说过不止一次，可每一次我都没有办法拒绝。
大人说，天上星辰，地上万物，所有的一切，皆源自一场大火。在数以千万的年月中，在数以千万的国度里，凡人仰仗火之力，遂为万物之主。许大人说，这就是被称为文明的东西。这本书将会开启一个世界，一个神也无法阻止的新世界。和他一样，我也会拼上自己的性命。他怎么做，我便怎么做。虽然还没时间了解书里写的是什么，但我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，这样就足够了。从孤阳旅店拿到论天体的运行之后，无论你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把书送到纽伦堡。那里的印刷所，我带你去过一次的。我不能答应你，你不擅长战斗，说实话，你太弱了，我觉得自己会忍不住回来救你。在你把书送到目的地之前，都别回头。这是我对你一生一次的请求。真狡猾，不如你也答应我一件事，这样才公平。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答应你，我李某人这次一定不会死。哼！对不起。审判骑士铠甲用的是巴尔干最好的钢铁，由米兰最有经验的铸甲师一件一件亲手打造。我原本以为30年之内不会有能击穿它的火器出现，这种品质的黑火药在神的领域之内没有任何一处可以生产，所以我不杀你。我会抓住你，接着可能会折磨你，然后听你说出那本书的下落，还有这神秘火药的来处。审判4天使，你是哪一个？答案在你头顶。御天使乌列尔。很好，既然叫得出我的名字，事情就好办多了。交出那本书，我会让你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死法。我有点失望，怎么是你？还以为这次终于可以见到米迦勒了。所有人都想亲眼见一见米迦勒，这不难。跟我走，一定满足你，至少我会把你的眼睛带给他。谢谢，不过
我这个人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，只要杀了你，米迦勒自然会来找我。施暴术，退后！这是施暴术，识货。所以你是杀人，杀人名医。维萨里，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医生。10年来违背裁判所的禁令，盗尸解尸无数。今天抓到你也算是意外的收获。那些人中了尸毒，已没有一个能站着。而你，作为御天使，多年浸淫毒物，应该可以多撑一会儿。即便如此，我们2个1对1，你有信心能抓到我吗？哼，1对1，你确定？杀人名医，对病人狠，对自己更狠。要是再慢一点儿，你现在全身上下能动的，就只剩下眼睛了。哼，我喜欢临死前还能笑的人。我也喜欢能令我受伤的人。放心，你的尸体我会好好利用的。我喜欢的男人，话不能太多。先帮你拔掉那根多余的舌头，好吗？他的舌头留给我，你今天先回家去吧，好吗？喂，接着说。2天1夜什么都没吃，不听人说说故事，叫我怎么睡得着？讲到哪儿了？哎，你看这满天的星星，像不像烧饼上的芝麻？你说到那个杀人医生自切一腿，接着房上就多出一人，好像是个什么医仙之类的。哦，对对对，想起来了，且听我慢慢道来。为什么每次都要来坏我的事？他是我的。喂，你都听到了，他说你是他的。这样好了，你们2个先忙，等他完蛋了，我再来对付你。反正你也中了尸毒，应该没能力连续对付我们2个。对了，我人好，提醒你一件事儿，别死啊。他这个人口味重，对死人的兴趣比活人大得多。我们似乎低估了你。不好意思，
我这个人的样子看起来是太和气了一些。你的拉丁语在哪里学的？说得很好。9年前，巴黎大学。我这个人学什么都很快。9年前，巴黎，异端绞刑场盗尸案，你们从那时起就认识了？虽然我希望从没认识过这个人，但很不幸，是的。不如来做我的实验对象，我会让你忘记自己的不幸。我似乎被你们男人之间的情谊感动了，期待下次再见面。他完全有机会干掉我们2个。别担心，凭我们2个的医术，就算到了阴间，也能互相救活对方。你这种人，早晚会害死自己。虽然我并不会觉得可惜。我死了，你就有机会好好研究这具天才的身体了。期待吗？很期待。在那之前，我需要睡一觉。根据今天的出血量，会睡上12个小时。剩下的事全都交给你了。我为什么竟然会有点羡慕你？你带我走的时候，别忘了，你的断腿会静静跟着你的。我切得很完整，你也可以在醒来之前帮我接上它。我不想为这点小事浪费时间。不用我提醒你，先把腿里的毒血放干净吧。虽然我希望从没认识过这个人，但很不幸，是的。我刚才对玉天使说的都是真心话，真的。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答应你，我李某人这次一定不会死。别担心，这次真的没有骗你。徐念，你也不看看我是谁啊？我说没事，那就一定会没事的。取降真香3根白皮，狼牙草精液鼠捣，掺磁石粉贴伤处，柳絮包。无论你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把书送到纽伦堡。那里的印刷所，我带你去过一次的。这书到底有多了不起，使得这帮狠角色豁出命去骗？这本书将会开启一个世界，那会是一个更好的世界，对吗？好或是糟，留给100年之后的人去说，也不迟。糟糕，糟糕，真正糟糕！人都到哪儿去了？方才醒来不见你们，我还以为……对了，怎么只有你一个？蔡鼎忠呢？前天就死了，现在这船上能喘气的，除了我就是你。是吗？我怕是连日来饥渴交加，连脑子也开始糊涂了。2天没吃没喝，今天要是抓不来这只鸟，你也会死。无吹无噪，这等荤腥之物，要如何下咽？啊！你竟茹毛饮血！陆长风啊，陆长风，
你身上哪里还有一星半点我天朝上国的儒雅之风？水师的面子，皇上的面子，都让你丢尽了。简直是禽兽所为！喂，哎，给你留了一些，喝吧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不喝还我。《论语》有云：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，食易而竭。鱼馁而肉败不食，色恶不食，恶臭不食，湿润不食，歌不正不食，不得其将不食。”要是有酒就更好了。对不住了，我可是苏州府冯家的人，所以在我这里只有故事，没有酒。那就接着说，昨天晚上那个故事你还没说完就撑不住晕过去了。讲到哪儿了？我的脑子大概是已经饿死了。昨晚上的事，能记得的只有满天星星多得像芝麻上的烧饼。是烧饼上的芝麻。说到烧饼，你说到了那册羊皮书卷，还说那是一册能改天换地的奇书，书名你倒说过一次，太奇怪了，我记不得。想起来了，接着说，我想听。说起来，此书真可谓是天下1等1的奇书。书中所载无不光怪陆离，令人匪夷所思。莫说那是远在90年前的故事，即便是今时今日，翰林院那些老大人们也斥之为奇谈怪论，荒谬而不可考也。荒唐！若这地为圆，人如何得以安然立于其上？荒唐！若这地在转，人如何得以安然行于其上？我觉得老家伙们说的似乎也有道理。怪不得徐大人说世人蒙昧，知而能行者，万中亦难有一人。又是徐大人，到底是哪个徐大人？文渊阁大学士徐大人啊。这故事就是徐大人当年来我家做客时说与祖父听的。医仙又怎会跑到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，又怎会和那些人在一起？你只需明白，在这个世上，天才之间总是相互吸引，他们的相遇会改变一切。这鸟还剩一条腿，你到底吃还是不吃？见你这副嘴脸，我忽然不想说了。你这种人，就算把耳朵连洗3遍，都不配听他的名字。闭嘴！怎么，说你2句便心生不满吗？我让你闭嘴！听。他们又来了！老天是要让我们送命，3天前逃过一劫，原来终究还是要还的。哎呀！别扔，老天送吃的来了。送吃的？送你一对挽联。这些飞鱼如此疯狂，也是为了逃命。我只恨自己不是飞鱼，少生了双翅。书名乃是《论天体的运行》，故事中的人名叫李药师。此时此刻，你说这些做什么？冯梦农立志追随家祖，做天下第1的书家，即便是此刻死了，也要把故事说完。
我忽然开始欣赏你了。留着你的故事，等活下来，我请你边喝边说。苍天在上，今日想必是活不成了。你尚未听完我的故事，岂非终身憾事？所以，我还不想死。你尚未听完我的故事，岂非终身憾事？所以，我还不想死。那是什么？来时听闻南洋海中多怪，此言看来不虚。左舵3，火门全开！开火！妈呀！老子在海上一辈子，从没见过还能这样的。怕不就是海螺吗？轰了他！开火！开火！开火！快开火！开火！开火！水师兄弟，莫要挡自己人！快点！且慢，我忘了自己并不会游水。苍天在上，今日想必是活不成了。你尚未听完我的故事，岂非终身憾事？所以，我还不想死。我也不想。阁下不妨教我，此情此景要如何才能做到不死？请赐教。死马当活马医，我试一下。要怎样试？
好身手，怪不得年纪轻轻却能坐上水师千总之位。下不会有水啊！杀千刀的，百无一用是书生。恩公，在下这条命就交给你了。好恩公，好生了得，受我一拜。黑火文章，很好。昨晚上刚听过你们的故事，今天就碰上了。请。鱼儿，莫要急，很快便能尝到中土书生的滋味了。许大人，身为医生，为何要偷盗死囚的尸体？当然是用来解剖，为了解人的身体每一处骨骼、每一根血管、每一条神经。听起来甚为合理，可是为何要用偷的？他们说神创造了人，解剖人体便是对造物主的亵渎。他们说要把所有毒神的人都变成尸体。哦，这位医生还真是勇气可嘉。主啊！这又是身在何方？原来此处便是那西天极乐净土。救我的莫不是净坛使者？净坛啊，不对，敢问姑娘，敢问姑娘是何方神圣？敢问姑娘可是在下的救命恩人？
敢问姑娘，此地又是何地呢？身在异乡为异客，伶仃洋里探伶仃。凤梦农天涯飘零，身边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。陆兄为了救我，此时也不知葬身在何地了。看你的样子，你是中华人是吧？我喜欢你们，那就用你们的话来聊天好了。姑娘原来会说话，冯某这边安心许多。敢问姑娘先前为何对在下不理不睬？我方才还心想，你这个人的长相怎么会那样模糊不清的？原来是忘了自己还带着水底盔。人孰能无过？这也怪不得姑娘，要怪只怪在下心急失了礼数，竟在生人面前落下男儿泪来。唉，你这人说话好有意思，好听又好笑的。只是这水底盔又是何物？带着它在水底行走，不用出水换气。这盔并不算大，内含之气如何够用？奇哉怪哉！就是这些酸钠石了，放上一些在盔里，遇水就能生出气来。世上竟有这等好物，妙哉！诶，这是……在这个世上，天才之间总是相互吸引，他们的相遇会改变一切。如此说来，古拜里、徐念、维萨里那些人也都是天才吗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：天宫。天宫。又是天宫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啊，我说又是天宫。姑娘，这是何意？对不住了。真的是非常对不起你了，我也不想这样粗鲁的。他们说中华的女孩子都特别温柔，不会随便动粗，让我好好学学呢。哎，可是这都是先生的意思。先生，敢问是哪位先生？宋先生对我说，要是遇见自中途而来的人，只要那人问起天宫的事，让我千万小心，最好赶紧跑掉。既如此，姑娘赶紧跑掉就好，偏要摔我作甚。宋先生又说，要是那个人实在弱得不像话，就让我直接把他抓住好了。这……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不开心的，我能理解这种感受。多谢姑娘理解在下的感受。不客气。敢问姑娘，接下来要如何处置在下？无需多问，此物想必亦是天宫无疑了。这是风流马，先生前年送我的礼物，是不是好玩得很？好玩。对不住，是在下失礼了。没
没事没事。姑娘如此匆忙赶路，想必是带我去见那宋先生了。没错，先生说逮住了人就送到他那里去，他会亲自处置的。希望这位宋先生是个斯文人，莫要像眼前这位姑娘一般粗鲁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我是说这风流马日行千里，想必就快见到宋先生了。哪有那么快？这座岛可大着呢。风流马只在沙地上行走，接下来我们要……哦，对了，你怕不怕高？怕高？什么意思啊？是有多高？天宫，这是火烧鱼，先生去年送我的礼物，好玩吗？好，忍住啊，一定别弄脏了我的宝贝。天宫，巴纳威高山水田，足够养活几十万人，岛上没有人不感激先生呢。我现在越来越想见见这位宋先生了。就快到了，过前面那座山，我们要降落了。这里就是万国了。世上竟有这样的地方，在下有很多问题，那你就问呗，却又不知从何问起。第一次来的都像你这样。快看，那边第4区红色的小楼就是你们的中华商会，旁边过去一条街是扶桑人的神社，那之后是朝鲜人的泡菜作坊。再看那边，与字区最高的那个，那是小佛朗基人的大教堂。哎，那边那个是英吉利亚人的钟楼。快看快看，冒烟的那个宫殿，天主人正拜他们的神呢。他们神太多了，我一直搞不清楚谁是谁。下面我们正飞过去的是黄字区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。你喜欢吃吗？那你一定会爱上这里，这里可是万国美食街呢。我有个天竺来的好兄弟，总说什么一叶一菩提，一花一世界。要我说，这里就是一城一世界，你说对吗？万国一城，一城一世界。收火，收风，收宿，收拾心情。这里是天字区，也是天宫的所在。我们准备降落了。这哪里是天宫，分明是天宫才对。这些叔叔阿姨呀，不管有名没名的，宋先生说，他们几乎每一个都是当世一流的学者。巨匠、画师、乐师、诗人、哲人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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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看他们就是一群喜欢吃喝玩乐、疯疯癫癫的怪人而已。没错啊，我们这里的人就是爱吃、爱喝、爱玩、爱闹。你不喜欢这样吗？我好喜欢。不好。跳，我接着你。哦。
大赤、拉吉，你又闯祸了。侠客严禁你天黑后回来，你一个人玩得开心，倒霉的可是我们。你知道人家多担心你吗？你的病那么重，自己还不小心，我再也不要为你掉一滴眼泪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。哼哼，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。我为了给你赎这块玉，可是连着在珊瑚海里泡了半个月呢，直到昨天才总算捞够了本儿。你呀，别再去赌了，结果连妈妈留给你的东西都保不住。那些英吉利亚人啊，可会诈钱了，除了先生，谁都玩不过他们。哎，你说在黄泥海里看到了白金群，那些孟买老乡们都笑话你吹牛。给，把这枚白金幼崽掉的乳牙给他们看看，只有白金群里面才会有小白金。这下他们就没话说了。我们拉吉从不吹牛，最靠得住了。喂，跟上啊！小心一会儿有浪过来把你卷走了。哦。这人的样子怎么感觉有点眼熟？我是不是在祖父讲的哪段故事里听过？这是李药师啊，先生最尊敬的大前辈。是李药师。在下觉得，终于就要见到那位宋先生了，然否？欢迎来到海角阁。别靠近，先生正在试验。是什么验？火！快灭火！这可全都是书啊！跟上，跟上！哦。姓宋的，你就是个废物，难怪当年救不了药师。先生，我又带了个人回来，您看看要怎么办吧。3天前海上的事我都知道了，统领水师船队的是东厂番子，把他交给侠客去审吧。是生是死，看你自己的造化了，好吗？年纪轻轻偏要做东厂的走狗，哼！
不是的。方才交代的事都听明白了吗？都听明白了。重复一遍书的名字。书的名字是《论天体的运行》。长风，爷爷先走了。等等我，爷爷！哼，每次都把我一个人留在家，我生气了。我讨厌爷爷。爷爷！长生，长生！干嘛？唱歌的是什么人？他为什么一直唱？这房子盖得不错，就是湿气略重。陆千总，别来无恙。什么人，胆敢犯我天朝水师？别唱了，不想死的，给我转过身来。没有用的，他们没有任何人类的感觉，包括疼痛与恐惧。曹公公，我一直在等你。长公信，辟邪扳指。长公说的那个人，就是你。幸会，我是米迦勒。我很好，看起来公公的气色也不错。人交了新朋友，气色自然会好起来。那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很难看，毕竟死了那么多旧兄弟。陆千总是在怨我与敌为友吗？素闻公公深明大义，耿直不屈，想必是有不得已的苦衷。当日交代千总的事，可还记得？重复一遍书的名字。论天体的运行。公公，你只需把书册交给我，
其他的不需要知道。可是我真的想知道原因。论天体的运行，出书已近100年，大人为何？确切的说是90年。何不去买它一本？我要的是原本，古拜里亲手所书之物。原本现在何处？吕宋，天宫。天宫，天宫，原来如此。这样一切都说得通了。大人早知下官此行的目的是缉拿天宫宋先醒归案，想来大人亦早知天宫和家族过从甚密。天底下没有东厂不知道的事，这正是找你来办此事的原因所在。既是姑苏冯家的后人，方才错怪你了。怪只怪学生未能及时表明身份。姑娘在看什么？我在想，幸好你不是东厂的人。我听说他们都少一样，哎呀，是什么来着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我和他们不一样。那你的姑苏冯家又是什么？是很厉害的意思吗？家族乃是天下第一书家。姑娘一定听过这3言2拍的名头吧？没听过，那些都是什么东西？罢了罢了，都怨我没来由的和你这种人聊读书人的事。哼哼，别小看人，先生也是爱书之人。你看这里到处都是书，我多少也是懂一点的。此地藏书包罗万象，有许多梦农我也是闻所未闻。怕不是要把全天下的书都收齐了吧？我上次翻了翻先生案上的一册书卷，见一个姓氏不停出现，还问先生能不能用来做我的中华名字呢？哦，什么好姓氏？西门。这西门这2个字是不是又好看，读起来又响亮？子曰非礼勿视，这等书姑娘还是少看为妙。子曰是孔夫子吧？嗯。听说你们那里的人厉害的名字后面都会带一个子，我要是用西门做名字，以后是不是也可以叫做西门子？米娅，带冯小友去水屋歇息，不要在这里吵我。又嫌我吵，那我走了，您自己小心，别再把轮椅给点着了。我们走了，去给你找身衣裳，再找张床。这么说，那个传言似乎是真的。哦，徐念在论天体的运行原本中留下的秘密。我果然没看错人，这些年你一直在查天宫，而且收获颇丰。公公可放心，为了爷爷和妹妹，陆长风可以变成这世上最穷凶极恶之人。你说到了那册羊皮书卷，还说那是一册能改天换地的奇书。接着说，我想听。下官尚有一事不明。你的问题自会有人解释。攻击你们的船队原因很简单，我们不需要无能的伙伴，而你已经很好的证明了自己。这年头，连西洋人的中土官话都说得如此之好。这么说，我们现在是伙伴了？你还没有证明配得上和我握手。握手是什么意思？这是让你们先把行头还给我，伙伴。最近掉进海里次数太多，连做梦都是在海底。天亮啦，起床啦！
快把衣服穿上！你这个样子，我怎么带你去黄字区啊？黄字区？快呀，上船！在这里，不管你是哪国人，都可以找到自己家乡的食物和酒，还有一些奇珍美味，是你在万国之外任何地方都见不到的。我现在不要见什么奇珍美味，只想回到家乡去吃一些早就吃腻的食物和酒。可怜的人，你还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好吃呢。世界能吃吗？当然，想吃的人多着呢。听闻小弗朗基人已经吃下了半个世界，这回连吕宋也不放过吗？美洲的黄金、白银、红木，欧洲的枪炮艺术品，南洋的香料宝石，中华的丝绸、茶叶、瓷器，这个星球上最大的市场就在吕宋。我朝本银矿匮乏，现如今竟能以白银为本，倒是多亏了贵国在波西托的银矿山。从南美挖出来的矿石，70%以上都换作了你们的茶叶瓷器，足不出户却坐拥天下的白银。贵国人真会做生意。人会背叛，钱不会。世上唯一比白银更靠得住的，只有黄金。父亲说世界是块水果蛋糕，而吕宋就是上面最诱人的那颗樱桃。我最喜欢吃的，恰巧也是樱桃。蛋糕？那是什么？我最爱吃的是蛋，蒸的、炒的、煮的、腌的都喜欢。接下来这个蛋的做法，你一定会比喜欢更喜欢，天天吃都吃不腻。我不信，吕宋不过番外小岛，能有什么比我天朝上国？番式炒蛋，2位请慢用。太好吃了！这是美洲原产的番式。番式，原来这便是番式。在下曾在《群芳谱》中读过，一名6月氏，高4、5尺，神宗年间传入中土，叶如艾，花似流，副座驾最堪观。先前只听闻闽中和香山有人将其养在院中，以作观赏之用，未曾想竟然如此美味。是不是天天吃都不会腻呀？决然不会。接下来还有更美味的。还有比这番式更美味。番椒炒肉，2位请慢用。啊，实在是太好吃了！这美洲原产的番椒，你是不是也从书里读到过？当然，此物亦是神宗年间方始传入本朝，江南少见。味道呢？入口舌尖痛热，却有一股无形之力直入脑髓，叫人通体舒泰，不忍停快啊！等梦农回去，必然大力推广此物，定能开创神州十界一派新气象。姑娘笑什么？可是在下失态了。我笑是因为觉得你这个人很好笑啊。见笑了。我就是喜欢和好笑的人在一起。虽然先生说等下个月南方英歌地的季风来，你就可以回去了。可我真的想你能多住些10日啊。惭愧，我2人相识只不过1日，姑娘会不会太容易相信生人了？你这话和先生一样。然也。不怕，在万国只要有先生和侠客叔叔在，谁也不能欺负我。侠客？侠客叔叔，
万国第一剑客。昨晚上先生本要把你交给侠客叔叔去审的，要是那样你就惨了。剑客什么的必定与我八字不合，还是少见为妙。又有人醉酒闹事吗？练拳不练功，到老一场空。长得高有用吗？所以我应该想办法接近天宫，接近宋先行。你和他都是本朝子民，这里还有人比你更合适的吗？公公不也是？哦，抱歉，我忘了公公的身份。本朝子民可没几个喜欢和东厂打交道的。我等一心为圣上办事，对上不对下。贱民们喜欢与否，很重要吗？不愧是东厂掌刑千户曹公公，下官佩服。闲话少说，你只需记得自己该做什么便是。这个人看起来不怎么聪明，他真的可以吗？这个人是本朝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水师千总，多少还有些本事的。公公错爱了，下官定不辱使命。如此甚好，只希望公公也莫要忘了答应陆某的事便好。事成之后，宋先行交由你处置。抱歉，我觉得诸位太吵了，所以想请你冷静一下。不要看这个惊人！吓人了！又有人醉酒闹事吗？练拳不练功，到老一场空。长得高有用吗？哎，你们认识？似是故人来，也是东厂的。为什么要说也？快让你这位故人别闹了！这里的大厨是我朋友，和我一样不好惹得很。要是再惊动了侠客叔叔，那就更完蛋了。又是侠客？侠客？他是什么人？宋先行最好的兄弟，万国最强的剑客。他代表着万国的秩序，只要你闹得足够大，自然就会见到他了。所以公公让我去惹的人是万国最强的剑客，还真看得起下官。要么得到他的赏识，接近天宫，要么死在他手上。如果是后者，说明你只是个没有价值的人，我们自然也不会觉得可惜。
我觉得姑娘虽然将我朝官话的腔调学得饥渴乱真，却终究不能掌握精髓。中华乃礼仪之邦，说话留3分，日后好相见。面子总是要给足对方的。我只学习对自己有用的东西。唉，小弗朗基终究只是藩邦小国。你看，那边是小德月楼，这又是这下可又啥家？你打烂我店里的东西，更重要的是，打伤了我的客人。德师傅，今天的菜很好吃。米娅小姐光顾本店是我的荣幸。是陆兄。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，你的命真硬。惭愧惭愧。你面前这位是我朋友的朋友，别打得太狠喽。请原谅我不能答应小姐，我所有的风度只留给年轻的女士们。除此之外，没请教。德雷克，万国城里中华菜馆28家，小德月楼排第3，绝对不一般。而这里的掌勺大厨就是我。掌勺大厨，就你？是我，一个英吉利亚人。幸好我刚才只点了酒。那是你的损失。说到损失，这笔账我们怎么算？算什么算？我这个人不喜欢算数。看你的样子，也不像是个喜欢用脑子的人。跑堂呢？在呀。我的宝贝呢？在呀。请。快装碎发枪机。你的家伙样子虽别致，原来的底子却是欧罗巴人水师专用。做菜用火，教你做人用火铳。慢着，在下觉得这很不公平。你有火铳，陆兄却是赤手空拳。在万国，这很公平，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他来搞事，我负责搞定他，用我的方法。别急，我为陆兄找把铳来。诸位，谁有火铳，可否借在下一用？动作快点儿，我这人什么都有，就是没什么耐心。德兄稍安勿躁，公平决斗方是君子所为。我看起来像君子吗？君子的意思你能明白吗？我猜是 gentleman。 你这人菜做的乱七八糟，说话也颠三倒四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说话颠三倒四。在这之前，菜做的乱七八糟。有种你再说一遍。东坡肉这道菜糖是着色用的，不是吃的。青江菜火候不够，显然油温太低。肉太甜，菜太生，英吉利亚人做菜就是个笑话。说得好，给我死！唉，上次也有个人不知死活笑话德师傅的手艺，后来我在万国再也没见过他。这家伙果然不像君子。跑堂的，在呀。该我了。五虎断门刀法，湖广一带卫所教习所用。传授你刀法的是我朝将官吗？在万国，我有很多师傅，可以说全世界都是我师傅。我不关心这是什么刀法，能砍瓜切菜，顺便砍翻你就行。邯郸学步，东施效颦。来，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中华功夫。现在是营业时间，
我可没什么功夫和你玩，请你先去死一下，别打扰我客人用餐，谢谢。亲手入白刃，单刀直入。拖刀式。不是对你说，泡汤的还没好，早就好了。那还不给？很久没见德师傅耍刀砍人，想欣赏一下。Idiot， 没见我快不行了吗？唉，给。再来啊！我觉得这样似乎不是最公平。哼，你到我店里捣乱，还想要公平？说的也是。陆兄，接着。谢了，书生。不谢，二位点到即止啊！点到即止。点到即止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点到即止就是打到有人倒下为止。我也不知这臭你没装弹啊！梦龙只是一介读书人，阁下才是本朝金钟翘楚，开火之前也不检查一下的。打得不错，给我死！百无一用是书生。侠客叔叔，这位就是侠客。侠客，这是我的地盘，你别管。他是我的客人，我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你的客人我本不管，现在的问题是，你们两个快把这条街都打烂了。我先把他的事办了，回头再来找你算算这笔账。没问题，先解决这家伙。这里邻居们的损失我负责。今天这里的一切损失因你而起，你怎么说？有人说你是万国第一剑客。我是。为什么是你？像你这样装腔作势的家伙，等回到京城要多少有多少。这很容易，你去找把剑，我亲手告诉你为什么。我等的就是你和你这句话。喂，把你的家伙给我使一下。什么？这是我的。你这人看起来挺气派，原来这么小气。这又不是剑。只要是带刃的东西，对我来说都一样。舞刀弄剑这种事，我比吃饭还拿手。我好像还在生你的气哦。所以你更要支持我。万一我被打死了，你就永远没机会亲自来教我做人了。那边那位第一剑客，亮剑吧。不用。那你要用什么？3招之内能逼出我手上包裹内的剑，便算你胜。这里的一切损失一笔勾销。不必，我打烂的东西我都赔，钱财身外物，更何况我有很多钱。
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见一个人。我明白了，可以。你不问我想见谁？在万国，如果你只想见一个人，那就一定是他。跟你说话，心情不知道为什么变得很好。交个朋友吧。第一招来了。第二招。成功了！太天真。你。还是侠客叔叔厉害。何为万国第一剑客，竟然出火铳？是我大意了。谁说剑客就不能使铳的？这很万国。刚才过了2招，还剩1招，先存着改天再用。只要打不死，我就还没有输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见一个人。起来，带你去见他。快上，快！我们全开，全开！原弹射击！锁敌！所有人锁敌！今天这么安静，守夜人呢？人呢？都死光了！
起。自由射击！全灭了。昨晚从济州岛哨站开始，至今日中午之前，10个外围哨站遭到袭击，负责守卫的商会联合佣兵队全灭。一般的小型舰队可没那么容易攻破西边的济州岛。第8队的弟兄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。目前情况未明，只能推测是碰上了小弗朗基人的主力舰队。发什么呆呢？莫非你认识他？李药师的大名，天下又有几个不知？李药师驾鹤西归，距今已40载，却并无画像流传民间，为何你单单看个样子便知是他？
这个人是谁？为什么你总是对着他练飞刀，还每次都插同一个地方？对这个人，我的飞刀一共出手了7317次，每一次都是直取其心。厉害。想学吗？嗯。也是时候教你一些本事了。这个人虽然早已死了，他的弟子却还留在世上。他的弟子是什么人？我曾经上过那艘怪船的事，有没有对人提起过？尚未曾提起。很好，先不要对任何人说。这是为何？别问原因，先答应我。我曾救过你的命，以你的实力，以后应该还会有需要我来救你的时候，所以先答应我。好吧，恩公。宋先生就在这座海角阁里。带你见他的理由和今早袭击小森林的人有关。今日凌晨，商会佣兵团第11队全灭。你的脚步很轻。现场还有30名小弗朗基人的尸体。你练得像是中华功夫。我也是，我用拳头的少林伏虎罗汉拳。这些小弗朗基人死得很蹊跷。我的拳头练得很硬，刀枪不入。为什么你的话这么多？因为我想让你分心。罗汉拳！小弗朗基人身上的剑伤蹊跷，万国没有人是这样的剑法。我杀人的样子不喜欢被活人看见，所以你该死。想必你已经料到了杀人者的身份，所以我们找到了你。东厂掌刑千户曹锦行，我没猜错。我受命于他。所受何命？缉拿天宫逆贼宋先行。他就在海角阁，请。打扰了。爷爷！爷爷！就在刚才，我安插在天宫的眼线发来消息。安插在天宫的眼线，什么人？有些事你不需要知道。行，吴总兵不说也罢。反正天底下没有东厂查不出的人，问不出的事。天底下，从亚欧再到美洲，小弗朗基的土地遍及全球，贵国的天只怕是连我们的30%都不到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。
这道理姑娘想必也是不会明白的。夏虫语兵，多说无益。你我为厂公办事，各自尽心尽力便好。姑娘方才想通报本官的是什么消息？陆长风已进入海角阁。这只是第一步。没错，宋先醒这个人虽然看起来又颠又痴，脑子却比任何人都要清醒。骗过他不容易，所以我竟然有点期待那位陆千总的表现。的确值得期待。他家学渊源颇深，自幼天赋过人，乃是神宗、熹宗两朝神机营坚强武臣陆象天之孙，更是我朝200余年来最年轻的水师千总。世家子弟，少年得志，怪不得这个人的性格令人觉得讨厌。这个人的性格会让宋先醒觉得更讨厌。当年的王工厂爆炸案让他失去了世上仅存的2名亲人，他绝不会对自己的仇人宽容。复仇嘛，我讨厌在工作中掺杂个人情感，我喜欢为我做事的人绝对冷静，没有感情。无需多虑，作为棋子，他只是一部娴手，做试探之用。能成自然是好，即便不成，也不会影响大局。东厂来的人果然都一样。当然，我并不是指你们的身体。欧罗巴人当真是爱说笑。哎，这是洗衣车，我刚做的。先生，这个很棒啊！我知道。这个用来给衙门审案打板子也不错呀，犯人们一定吃不消。举一反三，冯家的后人果然不错。献丑献丑。听说你是来拿我的，奉命行事。你觉得呢？我在来万国的路上见过这样的水车。巴纳威高山梯田，我在吕宋的前3年一直在建设这些高山，那段日子可是不轻松。所幸成了，终于有地方可以种我喜欢的豆子。这些豆子很娇气，一定要种在条件合适的山上才有滋味。多亏了先生，吕宋的人不用再挨饿了。也多亏了天公建这座万国之城，才没有让小弗朗基人独霸吕宋。所以你对吕宋有恩？好像是的，虽然施恩并非我本意。什么才是你的本意？知道哥伦布吗？小时候似乎听家里人提到过这个名字。一个热那亚人，小弗朗基国王给了他传河人，他给了国王和全世界一片新大陆。这买卖倒也不亏。可国王起初真正想得到的，并不是那片大陆。国王想要哪里？知道麦哲伦吗？似乎略有耳闻。一个大弗朗基人，小弗朗基国王给了他传河人，他给了国王和所有人一个新世界。他竟绕了我们脚下这个星球一圈，证明他真的是远的。不追随任何人的背影，去到谁也去不了的远方。我喜欢这样的人，有机会想请他喝一杯。没机会了，他最后死在了国王最想要的地方。哪儿？吕宋，被当地人打死的。哦，可惜了。国王可没时间可惜。
吕宋连接着天竺的黄金宝石、婆罗洲香料群岛、中华的茶和瓷器，欧罗巴人舍生忘死、远涉重洋追寻的一切，都可以在这里得到。而用来交换的产自新大陆的白银，也正是本朝急需的东西。有了银子，当今天子的皇位才坐得安稳。怪不得小弗朗基人会对吕宋用兵。你理解得很快。小弗朗基人打死了本地的苏禄苏丹国王，建设了马尼拉城，垄断了吕宋的世界贸易。既是世界贸易，就没人反抗吗？小弗朗基人的帝国空前庞大，在他们的国土上，太阳永不落下。所有人的反抗都失败了，直到7年前天宫来到了这里。熹宗6年，京师公布王工厂火药库爆炸案，天宫被放逐，却到了吕宋。从100多年前莱昂纳多与守仁先生2位先贤创立天宫伊始，天宫子弟本就遍布世界，不必拘泥于一城一国。说得好。你还没有回答我第一个问题。我建立万国的本意？是的，我想听。在这里，每个人凭本事吃饭、赚钱享乐，或者像我一样做点学问。没有人可以凭借武力强大或人多势众，就享有超越别人的权利，甚至是对别人生杀予夺的权利。我们建了这座城，万国，诚如其名。无论你来自世界的哪个角落，无论你代表的是1个人，还是10万人、100万人、1000万人，万国都一视同仁。以人之名，以人之名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请说。既知我奉命来此拿你，却为何对我有问必答？万国和小弗朗基人的战争并没有结束，从昨晚到今天，我们损失了10座外围哨站，这是新一轮的攻势，而且似乎比以往都要强烈。所以你们需要我。陆千总乃我朝军中翘楚，精通水战，我们需要你。所以你需要我认同万国？我相信你会的，因为你是陆长风。我知道没有什么可以瞒过你。似乎你也并未打算瞒我。小的时候，一直有一个愿望，长大后要成为像爷爷那样的人，成为天宫。啊？现在呢？爷爷死了，妹妹生死不知，所以现在我只想知道真相。熹宗6年，灾变前1月，鬼车鸟滞留京城观象台，昼夜哀叫。灾变前3天，东北角上有云气四起，又似关刀。当日，工部王工厂火药库震声如雷，霹雳不绝，天崩地塌，烟如灵芝，昏黑如夜，万事平沉。东自顺城门大街，北至刑部街，长3-4里，周围13里房舍尽碎，尽为齑粉。爆炸猛发之时，先帝正在乾清宫用早膳，突然大殿震动，先帝扔下饭碗，起身直奔交泰殿。不满周岁的皇太子在宫中被砸死。真是天宫做的？此案由东厂经手彻查数月，证据确凿，当是天宫无疑。真相，你确定自己想知道吗？当然。
的确是我杀了陆向天。我希望你能有一个足够合理的解释。之所以杀他，因为点燃工部局王工厂火药库的人，便是他。